丈夫出殡之后第7天，美艳少妇到坟前祭奠，远远看到坟头上坐着一个人，少妇壮着胆子走近了一看，吓得魂飞天外，两腿一软，好悬没一屁股坐到地上。哎呀，这人不是我的丈夫高一筹吗？一筹，你是一筹吗？你是人是鬼？就见坟头上坐着的这位，头发散乱，面色苍白，胡子拉碴，衣衫破旧，并不答话。听到少妇的问话，他先是一愣，然后便呆呆地望着少妇。少妇心想，现在虽然天色阴沉，乌云密布，不见太阳，但毕竟是白天，按说他不应该是鬼，于是再次稳了稳心神。你是我的夫君一筹吗？怎么不说话呀？到现在你已经离家3年2个月零9天了。自从你被征参军到前线打仗去了之后，我是天天等，天天盼，只盼你能够早一点平平安安回家来，你我夫妻继续踏踏实实过日子。可前几日朝廷突然派人送来了你的尸体。原来这个故事发生在唐朝灭亡之后的5代十国时期，政治动荡，战乱不断，民不聊生。3年前新婚不久的高一筹被抓壮丁，到前线去打仗了，留下美貌的妻子宋美娘独守家园。经过1000多个日日夜夜望眼欲穿的倚门盼望，宋美娘等来的是一具被烧焦了的冰冷尸体。宋美娘，这是你的丈夫高一筹，他不是战死的，是不幸死于火灾。皇上念在他曾经救驾有功，特奖励给你黄金50两。说完之后，2名办差的武士放下黄金便回京复命去了。就在宋美娘跪在坟前哭哭啼啼，还想再接着问眼前这个很像她丈夫高一筹的人的时候，天空中2片乌云碰撞到了一起，嘎啦啦啦啦啦，一声炸雷，惊得2个人同时都是一哆嗦，哗！紧接着是暴雨倾盆而下。再看坟头上的这位，还是没说话，突然挺身站起，扭回头，浑身湿透，踩着泥水，向不远处的小树林拼命奔跑。宋美娘犹豫片刻，随后就追。追到一半的时候，宋美娘脚下一滑，摔倒在地。等她爬起身来想再接着追的时候，那蓬头垢面不知是人是鬼的男子是踪迹不见，大概是进了小树林了。宋美娘没敢再找，只好冒着大雨3步1个趔趄地走回了家。第2天雨过天晴，宋美娘再次来到丈夫坟前，等了1天，从清晨等到了黄昏，那个流浪汉打扮的男人再也没有出现。于是转过天来，宋美娘爬了20多里的山路，回到娘家村子，找到弟弟宋半生。小弟，前天我在你姐夫的坟上看到一个人，很像是你姐夫高一筹，是这么回事儿。他就把这2天的经过仔仔细细讲述了一遍。半生，姐姐想找到那个人，很可能是你的姐夫，他没死，还活着。因为父母早已亡故，姐姐是宋半生唯一的亲人，她自然是义不容辞，极力帮助姐姐宋美娘，多方打探，四处寻找。一晃10几天过去了，一点关于那个流浪汉的信息也没有。宋半生心想，姐姐现在天天到姐夫坟上去，说是再没见过那个人，可她都是白天去的，如果万一那是姐夫的鬼魂，怕是晚上更容易遇上。我应该夜里去坟上看一看。想到这儿，宋半生禁不住机灵灵打了一个冷战。真要是有鬼，那我还不得吓个半死啊！不行，哎，不如让铁哥们郭有勺陪我一起去。他的外号叫郭大胆儿，是有名的天不怕地不怕。对，就这么办。郭大胆儿听了好朋友宋半生的请求之后，
一拍胸脯：“兄弟，你找我就对了，今晚咱俩就到你姐夫坟上去过夜，我来保护你。”简短截说，两个人一连在坟地里睡了2晚上，没有动静。到了第3天夜里，3更天刚过，忽听不远处的树林里隐约传来了一阵脚踩落叶的声音。要是白天的话，这点动静谁也不可能听到。可现在是半夜，黑漆漆一片，既没有月亮，也没有星星，什么蝉鸣蛐蛐叫都没有，静极了，只有这脚步声由远而近。有时候你听到了没有？郭大胆点点头，像是有人在树林里边朝我们这边走过来了。俩人趴在坟头后面，壮起胆子抬头探身，目光越过坟尖朝树林方向窥探。果然有一个黑影出了树林，朝他们这边缓慢地走了过来。等这个黑影越来越近的时候，宋半生和郭有勺几乎同时看清楚了他的轮廓，俩人都被惊的是一身冷汗。跑，快逃跑！原来是一只老虎，半夜出来觅食来了，估计是这2位身上有人味吸引了老虎，想拿他们当夜宵。宋半生吓得屁滚尿流，撒丫子就跑，一口气跑出去有4、5里路。扭脸往前后左右身边一看，就只有他自己一个人。那郭大胆郭有勺不知道跑哪儿去了。他哪里知道，郭大胆看见老虎的时候，当时就吓尿了。听到宋半生嘴上说跑，然后撒丫子逃命了，他也想逃，可惜腿不听使唤，软得跟面条似的，原地动弹不得，被老虎一口就给咬住了脖子。宋半生心想，估计郭大胆比我腿快，可能先跑回家去了，我也赶快回家吧。第2天吃过早饭，宋半生来到郭有勺家，一敲门，郭有勺的爹娘说郭有勺没回来呀。宋半生这才觉得不妙，折回到姐夫高一筹的坟前一看，好朋友郭有勺的一绺头发、衣服碎片以及2只鞋子散落一地，血迹斑斑。正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呢，姐姐宋美娘来了。姐，我的好朋友郭大胆被老虎给吃了，我看咱还是别再找什么姐夫了，没准是你看花眼了。宋美娘也很难过。小弟，郭有勺是为咱们家的事情死的，听说他的父母年迈，就这么一个儿子，咱得给人家养老送终啊。姐弟2人一同到郭家去报丧。郭大胆的父母听说儿子被老虎给活吃了，当时就双昏倒，醒来之后放声痛哭。宋美娘和宋半生姐弟俩是百般相劝，发誓要把2老当亲爹亲娘一样孝敬赡养，一直哭到天黑，2位老人才止住悲声，想要生火做饭给宋氏姐弟吃。砰砰砰！正这时候，忽然有人敲门。宋半生年轻力壮，腿脚灵便，跑过去吱扭扭开门一看，就见门前站立一人，衣衫褴褛，蓬头垢面，看身高样貌很像是自己的姐夫高一筹。此时宋美娘也来到了弟弟身后。一筹，你是一筹吗？门口的乞丐见是宋美娘，也不说要饭乞食了，转身就跑，很快消失在夜色之中。宋半生还在发愣，宋美娘早已经抬腿迈步追出去了。宋半生不放心姐姐，也随后就追。就这样，一个在前边跑，2个在后面追，走走停停，一路又来到了高一筹的坟前。经过坟头之后，那乞丐拼命加快了脚步，径直钻进了那片小树林。宋半生稍微犹豫了一下，心想那天吃掉郭大胆的老虎就是从这小树林里出来的呀，我该不该追呢？
可一看姐姐宋美娘已经追上去了，他也加紧脚步紧随其后，进了树林。穿过树林，前面是一条小河，只听扑通一声，流浪乞丐跳入河中，朝对岸游去。可能是身体虚弱加上没吃饭的缘故，那乞丐刚游上对岸就昏倒了。宋半生与宋美娘也先后游上了岸。小弟，他没死，只是昏倒了，咱们得赶快去找个郎中救他。姐，这兵荒马乱的，方圆几十里也没有郎中啊。他怕是饿的吧？不如我把他背回家去，你给他喂点吃的，也许能活。回到家，姐弟俩又是喂水又是喂饭，那乞丐慢慢苏醒了过来。睁开眼睛一看宋美娘，他眼泪流下来了，张了张干裂的嘴唇，想说话却没说出来，就这样在床上躺了整整3天。这位终于有了点力气，美娘，我对不起你呀。原来此人正是宋美娘的丈夫高一筹。3年前当兵走的时候，那是一个精壮小伙，现如今骨瘦如柴，眼窝深陷，脏兮兮的，与当初判若两人。一筹，真的是你呀？你没死？太好了，你没死就好。高一筹这才开口说出实情。3年前他被抓壮丁去了前线打仗，九死一生，还曾经救过赵匡胤一命，后来被提拔为副将。前不久陈桥兵变，黄袍加身，赵匡胤当了皇上，高一筹摇身一变当上了殿前防御使。可是有人就说了，高仁兄，你我知道皇上的秘密太多了，估计必定会被灭口，咱们还是想办法逃命要紧。高一筹哈哈大笑，我对皇上有救命之功，皇上怎么可能杀我？没想到说完这话没几天，劝他逃命的那位就因为一件小事被皇上给处死了。高一筹非常害怕，晚上睡不着觉，翻来覆去，正胡思乱想的时候，房子忽然着火了。幸好早有防备，他屋内的地下有一个地道，事先在里面藏了一具敌兵的尸体。高一筹把尸体放在床上，用火引着尸体的全身，然后自己从地道逃跑了，一路流浪回到家乡。但是他不敢回家看望妻子，生怕暴露身份，万一被皇上得知的话，犟嘴全家可就麻烦了。因此他只是经常偷偷看妻子几眼，暗中打探朝廷的动静。媚娘，半生，现在看来我们只有远遁他乡，隐姓埋名，才能够保平安，求活命啊。话音未落，有人敲门，高一筹、宋美娘和宋半生都被吓得不轻。开门一看，来人是高一筹过去手下的一名军卒，跟他是同乡，因为受伤失去了一条胳膊，回家乡养伤来了。高大哥，我还以为你真的被烧死了呢，昨天才听说你还活着，特来探望。前些日子我们抓到一个南唐奸细，那奸细招供说烧你房子的那把火是他放的，目的是引起骚乱，想趁机行刺皇上，不过他并没有得逞。高一筹听完明白了，原来并不是皇上要杀自己，那我现在也不能再回去了，有欺君之罪。最后一商量，带着妻子宋美娘和七弟宋半生一同远遁他乡。安稳下来之后，又接走了七弟宋半生好友郭大胆的爹娘，当做自己的亲生父母一样奉养。